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叫做岩石教堂啊。在欧洲，也许你教堂看多了看腻了哈。赫尔辛基的教堂，跟其他欧洲的老教堂无啥相共哦。赫尔辛基市中心的岩石教堂，又名坦佩利亚奥基奥教堂哦。这个名字呢，因为太难念了，所以我们通常都把它叫做岩石教堂。在这个坦佩利亚岩石广场啊，岩石教堂利用位于住宅街的岩石高地所建造而成的。为了不损及它的自然景观，看看过去。看看现在，看看里面，看看外面啊，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叫做岩石教堂。这种教堂很少见吧？非常非常的少见哦。建在天然的岩石当中，所以来到广场，你不会注意到这是一间教堂。你从外观根本看不出教堂，你以为是一块大石头，所以很容易呢，游客没有走进来看看啊。那但是一进来这里面，你会发现教堂的屋顶采圆点设计，有没有看到100条放射状的梁柱支撑，镶上了这个透明的玻璃，非常具有这个 design 设计的感觉有无加现代。赫尔辛基大教堂，佫是另外一边啊。所以呢，来到这，咱来看啥？看三大教堂啊，这个就是东正教北欧上大的。第二个，咱来看路德派岩石教堂。路德派嘛是基督教内底最主流的一个支派，嘛是北欧主要信仰的支派，嘛是德国主要信仰的支派。信仰的就是你心中有神有基督就 OK 了。有没有看到起雾了啊？起雾了，到在北欧啊，这个地形的关系啊三不五时大蒙雾，有可能这个蒙雾呢，2-3点钟了就散去就出日头落雨，当这个热天的时候落雨，嘛袂落介大正常来讲呢，拢小雨下一下而已一下子就结束了你看这个是旧河道以前下骹是河。整治了这个河无用因就改成什么脚踏车的这个步道但欧洲北欧你也在看到环保，到处拢是到处都是环保之后马上再来到西贝流士纪念公园那这西贝流士更是不用说了西贝流士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一定来得那么的清楚，但是在北欧人来讲，尤其是在芬兰人来说，西贝流士他简直就是什么他们的这个莫扎特一样对他们来讲呢，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现在走进来西贝流士所创造的这一些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建筑。西贝流士坐落在市中心在芬兰女雕刻家希尔图宁花了6年。在1976年，西贝流士逝世的10周年，完成了西贝流士纪念碑大型雕塑这里用了600多支银白色不锈钢管，都看一个不锈钢所组成的加上什么管风琴，象征什么浪漫无边际的什么北欧的森林因为森林调调和当时西贝流士无穷无止境创作的灵感所以调调这个森林的创造了伊音乐作品的主题。每一道这个风吹过的时阵，气流经过这个钢管，它会发出这种低沉的风鸣声有没有？自然生态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从里面走完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走到哪里外面来看看卡莫梅这个海港城市自然生态真的非常的好。那西贝流士公园的对面，也就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自然的湖泊这一些海鸥，哇哦！你不要小看这些海鸥
这些海鸥就跟台湾山上的猕猴一样啊，秋敏加价哈。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得到，尤其是在鱼市场已经做到很多的鱼市场做了什么防鸥网啊，为什么？害怕海鸥抢食物啊。我们现在来到了西贝流士公园啊，那来到了西贝流士公园，我们所看到的是西贝流士死之后，然后呢，帮他所创造的纪念性的公园。乌斯别姬教，听到名字你就知道这个名字非常的俄罗斯吧。这座有13个经典的建筑，是俄罗斯风情渗入芬兰历史的见证。为什么？因为这里以前芬兰是让俄罗斯所管理的哦。这个教堂呢，上面有这些圆顶建筑，也就是这种洋葱顶的建筑啊。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进来看看呢，在曾经被俄罗斯人统治管理底下所留下来的这一个叫做乌斯别姬教堂，在这个最大的，在北欧最大的东正教教堂芬兰人又称它为俄罗斯教堂，是堪萨蒂纳维亚半岛上面最大的东正教教堂。历史背景呢，它建于18世纪1862年。历时了6年才来完工啊！当时的芬兰处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东正教的大教堂。大教堂的后面呢，你可以再看到纪念俄国沙皇亚历山大2世的牌匾啊，这就是历史啊！我讲我定来当这部当中讲一句历史你无法度改变啦哈，历史会使给你一个教训啦、教训啦哈，历史是要哪变啊？你看这一起啊，18世纪就起来哈。这芬兰去有俄罗斯人统治过，这个痕迹是免讲的但是你今仔个保存起来的时阵呢，所谓讲起来，才就是看这啊，原来以前的俄罗斯人他们在起一栋啊不管功与过，迄拢是历史咱这摆的人是无法度了解这个后边呢，教堂内底葬有芬兰的民族英雄啊，他也是一个民族抵抗英雄，曾经率领的芬兰军抵抗着俄国马达汉将军。最后呢，客死在瑞士，遗体被运回国家之后，安葬于此。建筑之美，乌斯别姬斯东正教教堂红色的主调，进来这里面可以看得到教堂内部展示了意大利艺术影响之下的东正教拜占庭风格的装饰。外面共有13座塔，塔上的十字架面向了东方，象征了耶稣跟12使徒，非常醒目。北欧最大的东正教教堂。赫尔辛基主教教堂座，在这儿，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的参议院广场之上，这里可以看得到它的一边是芬兰的总理府，一边是赫尔辛基大学主楼国家图书馆。这个教堂最初推崇的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有没有看到尼古拉一世永远头上都有站海鸥这因为海鸥很喜欢站在他头上一直到1917年芬兰独立的时候，这里都被称为圣尼古拉教堂。那德国的建筑设计师呢，在1830年主持修建了赫尔辛基主教教堂，在1840年病死于赫尔辛基之后，剩下的工作由他的学生继续来完成修建赫尔辛基一个绿色的大圆顶，周围是4个小圆顶，上方有12位圣徒的雕像。由于赫尔辛基主教教堂以白色为主，所以旧的时候出海的选手看到这个教堂，就代表了离赫尔辛基越来越近，所以赫尔辛基又被称为白都。在今天，每到重要的节日，这个大教堂、主教教堂前的参议院广场都会举办盛大的集会或者是游行。教堂新建于1830年到1852年，新古典主义风格，能够容纳的人数为1300人构成了参议院广场的高潮在这里进来这里面每年有超过35万人参观教堂里面当然，这个教堂呢，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最早的建立的，其实是叫做圣尼古拉教堂，所以前面呢也是以前的沙俄皇帝，来了解所以当芬兰，你可以在很多的地方看得加这俄罗斯统治过痕迹。这个教堂嘛，真侪人来这结婚，当这结婚，你要申请1年半前就要申请出来这个教堂高出海平面80多米，希腊廊柱，乳白色的教堂主体，铺满古老石块的参议院广场。同学们看到前面就是参议院广场中心看得到了来，我们又从这个大教堂的特殊的地位，用走的就可以到了我们走到哪边？我们走到了农渔市场，来看看这一个在赫尔辛基非常有名的地方。在北欧，如果物价来说，就以芬兰是属于比较便宜的啦。有没有看到我们买的这个小鱼非常好吃？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也因为市集充斥了非常多的什么海鸥有看到这个是炸弹这也是为了纪念当时芬兰参战最早以前战争不要再发生了，其实就是纪念战争不要再发生那在这上面呢，可以看得到很多的防鸥网芬兰是一个爱护环境、环保、主张政策的国家。他们不会说因为为了要防止这些海鸥他们就做什么捕鸟的网子不会他们认为呢，万物呢既有它的生命所以他们用的方式比较不一样禁止喂食，但是呢，在渔港怎么可能呢？食物那么多，对不对所以这些海鸥呢就会飞过来他们永远都停在那个柱子上面看到你来吃东西，稍不注意或是放在桌子上，不会的啦，就把那物件偷走呀。所以我讲但芬兰的海鸥就跟他们台湾山顶的猕猴相同所以呢，
动物要保有动物生活的空间，人要保有人生活的空间，不要因为动物来侵犯了你，然后呢你再去杀它啊，然后认为说因为动物侵犯了你，你不喂它食物，它怎么会下来啊？所以在这个赫尔辛基的农渔市场也是一样的道理哦，他们变成了用这个防鸥网哦，防止呢这些海鸥呢从天空的俯冲而下啊，忽然间呢像战斗机一样就把你手中的食物叼走了啊，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市场。为什么？因为这里是在北欧所有市场里面看到最便宜的一个啊。